千万不要轻易介入他人的因果。人的因果是累生累世积累来的，因果的业力神佛都无法逆转，只能靠自己的愿力改变。当你一旦进入到别人的因果，你的能量就会与他产生纠缠。问你一个问题，当你看到有人在河中溺水时，你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将其救起，这种行为是否是介入因果？庄子曾说过，不以心捐道，不以人助天。意思是说，不要用人的心智去损害自然之道，也不要用人力去改变天命。就如同善恶虽是人为所定，但我们都知道，人都是一心向好的，都是共同期望拥有一个美好的世界。人心所向便是自然之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看见他人溺水失因，你毫不犹豫选择去救，这是行为的一种本能反应，是正念，也是你的果。这就不叫介入他人的因果，这是在给你自己的因果化业，也是属于顺应自然之道。那什么情况才属于介入他人因果呢？当你去主观要求别人，要求他人怎么做，想去改变别人，这叫做执。但是看到别人溺水，却想到介入因果的问题，你扪心自问一下，这叫不叫法执？是不是离真理背道而驰？救人于危难是不需要经过思考的，这是本性行为。话说回来，遇到这样的事，就是你要化的业力，消的因果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不攀缘，不闭缘。因果关系其实主观不介入就能不介入的，你主观不介入，实际上产生的是新的因缘，而这关键之处需要见性。不要介入因果的劝解前提是，大多数介入是坏的，执迷的，自以为是的，就像劝解小孩不要拿刀一样。当然，你长大了的话，你也可以。重要的是你得长大，你得修行正悟。因此我们在行善助人的同时，也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洞察。只有当我们真正见性，了解因果的深层含义，我们才能在不介入他人因果的前提下，做出真正有益于自己和他人的选择。在修行的道路上，以一颗慈悲与智慧的心，追求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世界。不要同情任何人，真正的慈悲就是让该发生的事情发生，而不是想着当别人的救世主。你根本干涉不了别人的命运。第一，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可怜人，当被定义成了可怜人，就一定能找到其对立面，也就是他的可恨之处全都是自己做出来的。第二，可怜之人在社会形成了向外求的共识，我可怜你得同情我们，而不是向内求。自己强大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，甚至还有余力帮助其他人。第三，要真有可怜人，所有人都可怜，再有钱的人也有可怜的一面，你自己都足够可怜了，还有闲工夫去可怜别人。第四，当你去同情别人，你就会背负他人的命运。愿意接受别人同情的人尝到了甜头，会赖上你，他觉得你好拿捏，你会承担一部分他的业力。
天若有晴天一老，天地无情，强者无情。佛陀的无爱反倒成了大爱。哪个王朝的建立不是建立在无数白骨之上？追求无，别追求有。追求有是给别人看的，追求无才是自己的。不要陷入别人的业力。当我们对别人产生厌恶之心，并且与之纠缠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和对方共业了。他是他，你是你。每个人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定位和属性。或许不喜欢不认同那种存在形式，可不必放在心里。尊重别人的命运，理解别人的局限，尊重自己的命运，理解自己的局限，拿回属于自己的力量，把别人的能量还给别人，将万物尽收眼底，但不被万物所吸引，走好自己的路，并让其他人走他们自己的路。假如做不到，非要与之纠缠，瞬间就会与对方共业，对方的苦就变成了你的苦。最常见的是家族业力，几代人共业，比如父亲摆烂，母亲凶悍，钱不见，坤不柔，家庭的环境就坏了。很多孩子跟父母是很像的，所以越讨厌哪个人越像谁。夫妻共业很难避免，两个人一体，一方让另一方不满意，总想改变对方。大多数人采用的改变别人的方式相对简单粗暴，容易激起对方的对抗情绪。如果有一方是想全方位改变对方，从头到脚，从穿衣打扮到言行举止，又或者有一方总是摆烂，另一方总是替对方处理一些事，这个牵扯的共业范围就大了。子女和父母共业是由一方总想改变另一方，或者双方都想改变对方，互看不顺眼，都觉得对方这不行那不行，这不对那不对。只要陷入这个怪圈，纠缠力度越强，共业范围越大。越看不惯的可以不看，不喜欢可以保持距离，目前不理解可以先放一放，只是不要过于动心劳神，厌恶之心不要太强，更不要与之纠缠。很多人的生活习惯、三观、伦理道德、人情世故、交际礼仪什么的，几乎都来源于家庭教育。有一小部分人是不怎么接触外界社会的，生活范围只有工作地点和家庭，接触的人只有领导同事和家人亲戚。这些人和事构成了某些人的全部。就是在这些人里，家人亲戚会包容，同事领导不怎么深入接触。有的人确实是凭着本能的好恶说话做事，也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想，油盐不进。命运却实会垂青一部分人，可以一辈子在温室里待着也饿不死，因而没有什么重大打击使这些人觉醒或者反思自身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他们在从前的从前，在我们看不到的时间线里，可能在努力经营，获得了命运的垂青。所以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的存在形式和状态，不要打扰别人，不要因为自己的三观强行介入他人的世界，以至于不得不与别人共业。看到了听到了，不回应，不起心动念，什么事情就没发生。
看到了听到了，情绪上头了，非要对别人指指点点，强行改变，就陷入对方的业力里了。不和别人共业才是一种大智慧，能量自有流向，你无法为他人兜底，反而可能被牵连陷入困境。他人之过，莫要轻易揽于己身，即使是亲人之间，也不要为你家人付出太多。亲人之间各有各的因，你没办法为他100%负责任，因为你根本担不起。如果他过去做那不好的事儿，他自个儿必须了这个因，他才能有今天这果，这叫自作自受。大家永远记住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好的有功必奖，错的有过必罚，功过一定不能相比。不管你多善良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善良弥补不了因果。你愿意为你家人承受很多很多，但有时候你根本承受不了。你没办法为家人创造因果，没办法为家人创造幸福，没法承受他们之前做那个东西。因为人各有命，所以儿女有儿女的命，父母有父母的命。你能做的就是给他们一点点力量，让他们了去当年那个因，这才是真正的路径。人想要平安一辈子，只有一个忠告，就是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。佛陀说，智慧不可传，因果不能度。人们普遍不喜欢身边有人比他们聪明，比他们懂得更多。当你说的话超出了他们的认知，即使你说的再正确，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你的观点。所以，除非是他人主动向你请教，否则一定不要妄图做一个救世主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受挫中成长起来的，你不能剥夺他人从痛苦中受益的权利。正所谓，天欲虽大不润无根之草，道法虽宽不渡无缘之人。你永远都不可能渡尽天下人。古人告诫我们，师不顺路，衣不叩门，道不见脉，法不轻传，随意介入他人的因果，背负他人的命运，扰乱他人的气数，损耗自身福报。真正的大德大智者，为因不为果。可遗憾的是，世人众生只知为果，不知为因，从而受果报。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因果和命运，人生就是一场天意的安排盛会。今生的寻找就是思想觉悟的过程。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欲哭无泪、黑暗难走的路途，而这段路只能自己独自走出。那么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是否在承接别人的业力？当你的目光落在别人的恶行，落在别人的情绪或者缺点上与之纠缠的时候，就是在承接对方的业力。当你总想着为了不让别人失望，无底线地去满足别人要求的时候，当你对他人的某种行为看不惯，于是主动苦口婆心地去纠正别人的时候，你就越界了。越界就是在介入别人的那个无形的生命系统，介入就意味着你在稀释自己的能量，你在默认允许别人拿走你的能量，你在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差。每个人的能量场都是独特的，它决定了我们的情绪、心态和行为方式。
如果总是被别人的业力所干扰，我们的能量场就会被打乱，导致我们失去自我，变得焦虑和不安，而且长期受到负面业力的影响，还可能导致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出现问题。所以拒绝沾染别人的业力，就是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能量场的稳定和平衡。那么如何避免承接他人的业力呢？这里有几个小建议供大家参考。一、保持内心的平和，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保持内心的平和。遇到事情不要过于激动或焦虑，要学会冷静思考，用理智去应对，这样我们的能量场就会更加稳定，不容易受到外界业力的干扰。二、明确自己的界限，要明确自己的界限，知道哪些事情是自己的责任，哪些事情是别人的责任，不要过于插手别人的事物，也不要让别人过度干涉自己的生活，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独立性，有助于我们维护自己的能量场。三、提升自己的能量层级，还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能量层级来抵抗负面业力的影响。比如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培养一些积极的兴趣爱好，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和正能量。同时也可以学习一些冥想、瑜伽等技巧，帮助自己提升内心的平静和能量。四、学会辨别和筛选，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还要学会辨别和筛选，不是所有人都会对我们产生积极的业力影响，有些人可能会带来负面能量，所以我们要学会观察和分析，选择那些对我们有益的人和事进行交往和互动，避免长期与带有负面业力的人接触，以免被他们的能量所影响。五、保持自我成长和进步。最后，我们还要保持自我成长和进步，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，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外界的挑战和干扰。通过学习新知识、拓展新领域、结交新朋友等方式，我们可以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和能量场，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和自信。当然，拒绝沾染别人的业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毕竟我们都是社会人，难免要与人打交道。但是只要我们有心去尝试、去实践，就一定能够逐渐掌握这个技巧。记住，保护自己的能量场就像保护自己的身体一样重要。当发现自己在介入别人因果的时候，默念这句咒语：我不要背负别人的命运、别人的焦虑、别人的恐惧、别人的烦躁、别人的课题、别人的责任，我允许对方做自己。这句话的精髓在于，它鼓励我们放下改变他人的执念，卸下背负已久的包袱，摆脱总是带入他人糟糕情绪的习惯。当你做到这一点，你会清晰地看到，真正重要的是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提升自己的智慧，与自己的情绪和解，与内心的那个受伤的小孩共同面对风雨。实际上，拒绝承接不属于自己的业力并不是伤害，而是一种对自己和他人最有效的支持。因为你明白，
给予爱之前，自己首先要拥有爱。当你全身心地清除自己身上的恶业种子，持续修持善业，让自己成为一个发光体，那么你无需刻意介入他人，你的光芒会吸引和滋润他人，你的正能量会带动和影响他们，从而让整个环境变得更加美好。这才是最棒的集体共业。正如佛陀所说，自度度他，自觉觉他。我们应该先照顾好自己，然后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人。当我们自己发光发热时，也会照亮他人的道路，温暖他们的心灵。人最大的执念就是当看到别人犯错误或者走弯路的时候，总是试图去纠正别人，修改别人的因果。因为执念是产生痛苦的根源，我们往往在一个又一个执念中体验极大的痛苦。执念会导致量子纠缠，换句话说，宇宙中的量子实际上是1对1的，每个量子都是独特的存在，但是我们可以将其中一个量子映射到另一个量子上，形成复制体，并使它们之间产生纠缠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人跟你如果是量子纠缠的状态，那么他的能量和你的能量之间就是一个互相纠缠和交换。在无形的世界，你看不到的世界，实际上你跟他纠缠着。第一，你要承担他本应他所承担的因果；其二，就是你可能还源源不断地在输送你的正能量给他。这就是量子纠缠在不断的阴阳平衡之中，也就是它的动态平衡。当你没有跟他做到都是一的情况下，你们俩就是一个互相动态平衡的一个过程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断执念？断执念就是断开量子纠缠。当你断开了量子纠缠，那么它的因果就会自现，那么你自己才会走上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命运，而不去承担对方的这个人的因果。如果一个人总是激发你的焦躁情绪，而自己又无法改变时，也许离开才会是好的选择。离开某些人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好，而是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时，我的状态不好。你以为你错过了是遗憾，其实很有可能是躲过了一劫。放下执念，才能回归安宁；放下期待，才能不被伤害。无能为力的事，当断；生命中无缘的人，当赦；心中的烦郁愤恨，当离。当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见到身边的这些人和事情，你真的不想再讲什么了，真的不想再和身边的这些人和事情再去纠缠和参与什么了，那这个时候你便重生了，你的福气便到了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放下执念。愿你从今以后只负责精彩自己的人生，往事不回头，未来不将就。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